哇，民生这边这样塞车，还有人要来住的咩？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 building 了吗？那当我开车经过这里，看到这个 IY Puchong Mall 的时候哦，我的大脑就自动浮出一个信号了啦，那就是哇，我要进入 Puchong 了啦。OK， 这个 IY Puchong Mall 对我来讲，它就是好像 Puchong 的心脏，这里的开头，也是几乎外地人对 Puchong 的第一个印象。那有人就问我哦，哇，民生这边这样塞车，还有人要来住的咩？所以在这次视频里面呢，我就尝试带大家跳出这一个刻板印象，走入Puchong的生活了。所以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我们马上开始。大家都经常讲Puchong塞车 ，OK， 这个东西我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讲得那么塞，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人选择宁愿塞车都住在这里呢？很多人会觉得Puchong远，因为它不在吉隆坡的隔壁，中间呢还隔着 Old Klang Road 和 Bukit Jalil。但换个角度来看哦，它其实是一个战略的平衡点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它的地理位置也比较的特别。往北是 PJ、KL， 往南呢就可以去到 Cyberjaya 和 Putrajaya， 甚至你讲我要去到那一些 Shah Alam 的大工厂区哦，其实也是蛮靠近的。那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让它成为了很多跨城上班族的首选啊。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其实你可以完全不需要离开Puchong哦。讲到这一个商业圈哦，其实还有一个指标，这个是我自己想到的啦 ，OK， 不是官方啊。假设呢一个商业圈里面有很多间银行的话啦，就是代表这边的人口是真的是有一定的那个人口数量，那些银行才会来到这边开分行嘛。因为在很久以前，当这一些数字银行啊，这种 online banking 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是会去实体店，去那些银行的 branch 那边做这些银行的交易的嘛。所以你看这一个 IY Boulevard 四周围的这些商业圈哦，就是非常多的银行呀，所以由此可见哦，就是早在很多年前呢，Puchong这个地方就已经是有很多人聚集在这边居住了的呀，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看车流量、人流量都非常高，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信息啦。基本上呢，在这里的生活机能已经是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了。你要购物，你有 IY Mall， 对面就有这个 IY Boulevard 的商业中心。基本上啊，我可以讲哦，这一圈啊，已经是可以满足了Puchong居民们90%以上的日常需求了。你要上学，这里有本地的中小学，有国际学校。你要看病，这里还有很顶尖的私立医院。所以你看啊，对于一个住在Puchong的人来讲哦，你的生活圈子就是在这方圆几公里的范围以内罢了。你不需要出城，你不需要离开Puchong，就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需求了。所以这才是Puchong居民们最硬核的底气。其实这一个地方哦，它给我的感觉像什么呢？没有，我就拿我最熟悉的地方啦，Cheras， 它就好像Cheras Leisure Mall那一圈这样子的环境，大部分的这些商店哦都会很集中在这里，而且它又是在这一个 main road 这个 main access 的路边罢了，所以变成它的曝光率很高，它的车流量非常的高，就变成那些商家也愿意进来这边做生意。所以你看这边的店铺哦是满的，你是几乎看不到空置的单位的。就连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哦，他们首选会先来这一边买东西、吃东西，解决他们的日常需求。就连我们外地的，就是说不是Puchong人来讲哦，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地方是在这里先的。其实你问我是这样的感觉啦，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这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茶室？太多选择了，所以有时候多也是一个困扰。那就是选择困难症了。我们来聊一聊Puchong人这里最大的2大痛点，那就是水灾还有塞车。我们先讲一讲这一个水灾的问题啊。其实，在去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这边有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那就是这里的市政局呢，把 IY Mall 一带的这个排水系统给升级了。你看到这一个东西吗？这个就是它其中一个系统，它是来侦测水位的系统来的。所以它不只是加强了这边的排水，
它也有这一个侦测水位的系统，所以它这一个水位一旦升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开启它的那一个泵水的系统。它除了排水，它同时也把水泵出去别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一个排水系统的工程已经是大大减缓了这一个水灾的问题，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进步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即便以前这里有发生水灾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IOI Mall 还是大家最爱逛的 shopping mall。为什么呢？这里的需求真的是太强大了，因为居民太多了嘛。哇，你看这一个 IOI Mall， 它的户外停车场又做了一个升级。这个也是没有记错的话，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他把这一个太阳能板放在这一个户外停车场，当这是一个好像屋顶这样子，有一个乘凉的空间，然后还又可以帮这一个商场制造这种太阳能的电力，这种干净的电力，一举多得。一个好的 shopping mall， 一个好的商场是怎么样的定义的？我这里的定义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所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服务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好的商场，因为你只是需要一个目的地，你就可以解决完你的日常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 IOI Mall 不错，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啊。我刚简单的逛了一下，它真的是相当的大。OK， 它竟然这边有2个 grocery， 有 Village Grocer 还有 Aeon， 所以对于那一些家庭的居民啊，想要买日常用品啊、买干粮、买食物的，哇，真的这一个 mall more than enough， 不错，这个 mall。我们再聊一聊塞车。其实除了开车啦，普琼的居民呢就有聊第2条的生命线，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一个 LRT 的 extension line 啦，它是从这个Seri Petaling的 station 一直延伸到进去Putra Heights的 station 的。OK， 所以你可以 imagine 一下，如果你不想要开车，然后就是因为这一个轻快铁的开通过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个轻快铁的路线，穿梭各大的商圈，甚至去到吉隆坡市中心，这就是普琼居民们的最现实的选择了。就是因为这条 LDP 让普琼可以从普琼可以去到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往这个方向去的话啦，直走去 KL 去 Open Road， 转左去苏邦去三威，然后转右去布吉加六。如果往的反方向的话呢，你还可以回去 Shah Alam 去普特加亚，所以它在中间的位置啊。站在房产的市场角度来看为什么普琼还是那么的坚挺呢？那我觉得有2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就业机会。除了普琼本身的工业区还有商业区，它邻近的城市提供了海量的岗位。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就是Bandar Sunway了，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它距离 Shah Alam 那些大工厂区还是非常的靠近就是随着这一个 LDP 过了一个收费站，你就可以去到这一个 Shah Alam 里面的大工厂区，而且里面的那些大工厂真的是非常大规模，都是跨国公司的工厂来的，所以可想而知，在那边就会有很多那些专业的工程师啊、专业人士啊、高管啊在那边上班，自然的他们就会希望在他们工作的地点附近寻找居住点，而普琼呢就是其中一个选项了。再来就是Cyberjaya 其实也是相当的靠近。顺带一提我本身对普琼有一个看好的消息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政府和私人界联手一起打造全马来西亚第一个芯片设计园区，那就是位于这个普琼的 PFCC。而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随身碟之父潘建成也在这个园区里面设立了第1家芯片研究公司，那就是叫做 MyStorage。而且据说这一个 MyStorage 它所提供的这些岗位，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薪水其实是相当的高的。所以可想而知接下来如果这一个园区发展越来越大的话呢，就会有更加多的高收入群体就在这里上班，自然的他们就对这里的居住需求就会增加了。然后第2点呢，就是性价比。相比起 KLCC 那一种高昂的房价，又或者是我们不要讲那么远我们就讲Bukit Jalil就好了。其实对我来讲普琼它就是提供了一个平衡生活品质和负担能力的选项。它既又不用Bukit Jalil的那一种高价钱房子，但我在普琼还是能够找到一个生活机能完善的居住点，所以性价比是非常的高了。普琼呢是一个生活机能完善
交通不断改良，而且呢是拥有巨大人口红利的成熟城市。那对我来讲哦，它不只是一个居住点啊，它就是一个好像充满生活气息的有机体。哇，凉！那做了这行那么多年哦，我也是看了不少的新的 township development 的兴起，它的建设起来。像布冲，其实对我来讲，它还是一个怎样讲啊，给到我一种很踏实的感觉的。那如果你问我布冲还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房产选择的话呢，我会这样讲：只要人还是需要便利的，只要这个 IOI Mall 布冲它的灯火依然通明的话呢，这样布冲还是在 Klang Valley 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之一来的。OK，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啦。如果你想要了解或者是寻找布冲里面你自己的家，或者是投资的机会的话呢，可以在description那边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我或者是我的团队来向你跟进，提供你咨询服务。又或者是如果你对布冲的房子有不同的看法的话，欢迎在评论区那边留下你的意见，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是Vincent Lai，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我们下个video见了，拜拜。